大家好，我是可嘉妈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，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最近发现身边有很多大人孩子都有感冒咳嗽的症状，天气炎热，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，在室外大汗淋漓，突然转到空调房里，这样就特别容易感冒的。而一感冒就会开始咳嗽，喉咙奇痒无比，尤其是孩子和免疫力低下的中老年朋友，虽然不是什么大病，但是很难好，连晚上睡觉都从睡梦中咳醒，咳到满脸通红，太阳穴都震得疼，特别的难受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老一辈人传下来的小秘方，不用吃药，喝一次咳嗽就能好。为了让家人少遭罪，赶紧收藏起来吧。首先准备一小把的黄皮果，夏季正是吃黄皮果的正当时。黄皮果又称为陈皮果、椰青，是一种生长在日啖地区的水果，外观呈现黄色，果实味甜酸爽，它含丰富的水分和多种维生素，这些营养元素对身体正常生理功能和健康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。黄皮果被认为具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毒功效，在中医传统理论中，火热之邪容易引起身体不适，黄皮果食用可以帮助很好的清热，减轻火热症状，有助于调节体内的阴阳平衡。老人们常说黄皮可以适量的多吃，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。在消化不良、感冒咳嗽的时候，吃上一些黄皮果，就能够感受到一股清爽之气涌上心头，舒缓症状。在中医的眼中，黄皮更是一款难得的养生良品。用黄皮果煮水喝的话，可以有效的止咳化痰。这一功效得益于黄皮果中所含有的黄皮辛肉桂、酰胺、酚类以及多种氨基酸等营养成分。这些成分在人体内具有收敛肺气和减轻平滑肌痉挛的效果，能够有效的缓解咳嗽的症状，起到非常好的化痰平喘的作用。很多人感冒以后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，这个时候适量的喝一些黄皮水的话，止咳化痰的效果就特别的重要啦。不仅能够缓解咳嗽症状，减轻不适的感觉，还能够有效的预防感冒和咳嗽的发生，能够增强身体免疫力。这个新鲜的黄皮果，我们先用剪刀剪下来，放入碗中，多清洗2遍，清洗干净后用剪刀划一个口子，这样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就容易释放出来了。接下来准备10克左右的百合干。很多人都知道百合干它是药食两用的食材，它不仅可以用来作为凉拌菜或者是煮糖水煲汤，其实百合它还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，具有非常好的润肺止咳的作用。用百合直接煮水喝的话，不仅能够滋润肺部，还能够有效的缓解咳嗽症状。而且百合泡水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用它清洗干净，放养生壶中煮一下就可以啦。百合煮水它有诸多的益处，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能够有效的增强免疫力，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。同时百合泡水还具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作用哟，能够改善肌肤状态，让你容光焕发。我们在出现咳嗽、无痰或者是痰少的时候，喉咙发痒的时候，适量的吃一些百合，有非常好的缓解咳嗽症状，减少痰液的粘稠度，使其容易咳出。另外，百合还具有很好的养心安神的作用。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，压力大，很多人都有失眠等问题，适量的吃一些百合就能够缓解神经紧张，有效的起到助眠的作用。接着准备5克的枸杞。枸杞又名枸杞枝，
地骨皮，是一种很常见、很普通的中药材。枸杞性味甘平，归肝、肾、肺经，有补益肝肾、益精明目、养血、润燥、抗衰老等等的作用。枸杞泡水喝，不仅能够补充人体的气血，对于气血不足、面色苍白、头晕目眩、心悸、气短等症状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枸杞还能够滋润人体的肺、肾、阴液，对于肺肾阴虚、咳嗽、痰少、口干舌燥、便秘等症状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枸杞的量大约5到8克之间就可以了，也不宜大量的食用。另外，枸杞还有益于眼睛，很多人都有眼睛疲劳，眼睛看不清楚，经常对着电子产品，喝少量的枸杞水就能够缓解眼睛疲劳等症状，防止光线损伤眼睛，预防老花眼、白内障、青光眼等等的眼部疾病，可以增加血液中的血红蛋白，提高血氧量，改善脑部供血，增强记忆力，提高精神状态。所以我们每天泡茶的时候可以放上几颗枸杞，用清水将枸杞和百合淘洗干净，然后直接放入锅中，再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黄皮果也放进来，加入适量的冰糖。加入冰糖不仅可以中和一下黄皮果的酸味，而且冰糖还有非常好的润肺、止咳、化痰的作用。冰糖中富含维生素 A， 能够保护呼吸道上皮，提高免疫球蛋白的功能，预防呼吸道感染，可以滋润肺部，去除肺燥、肺热，对于多痰、痰粘稠、咳嗽等症状都有一定的益处。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清水的量大约600毫升左右，盖上盖子，用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煮15分钟左右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辛苦大家啦！15分钟后，我们的黄皮汤就煮好了。这道汤喝起来酸酸甜甜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老人都非常的爱喝。在夏季，往往因为高温、汗流浃背的时候，很多人直接开空调，这样很容易感觉到疲劳和乏力。适量的食用一些黄皮果，可以有效的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，帮助人恢复体力，有效的缓解疲劳和预防感冒。如果已经感冒的人或者是咳嗽的人，喝一次基本上就能够得到缓解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